周佛海中登上日见鹿岛丸号，欢迎日特派大使阿部信行。事后，这位孙行长在家请护士为他洗胃灌肠，但是这件事情瞬息传出，顿时腾传众口。这位孙行长一向请我诊病，大家本来很熟。他像患2种病，一种是半边头痛，一种是长期胃病。关于头痛，屡经医治，没有痊愈，西医叫他拔除了好几颗牙齿，头痛依然未见全好。胃病经我诊治后，日渐好转。这次他吃饭后，隔了4、5天，邀我去诊治。他不讳言被人捉弄的一幕，极忧虑吃饭后的呕吐、洗胃、灌肠会令胃病再发，而且他疑心粪便之中可能有粪毒，会发生不良反应，引起什么离奇的病症。何况那次吃饭回家之后，自己拼命呕吐，吐后觉得胃部一直不舒服。他问我是否有粪便之毒，究竟对身体有无影响。我就告诉他，粪便虽是极污秽的东西，但并不含有毒质。孙行长听了我的话，觉得很是安慰。我就替他处方调治胃部，免得他胃病重发，他的狐疑也就消散了。一天晚上，他又发生肌肉抽搐，全身震颤，因此急急地派车邀我诊治。我觉得他并无什么病状，这种抽搐现象完全是精神紧张所致，简直是心理作用的反应，与生理病理无关。他提出许多问题。他听人说粪便会使人中毒，我说凡是小便大便积滞在腹内，停顿了几天或10多天10日，那么小便会发生尿毒症，大便会发生粪毒症，而你不过被人用粪便捉弄了一顿，根本不可能发生中毒现象。我看他惊惶过度，完全成了神经衰弱状态，失魂落魄，不知所措。因此我提供了一些关于粪便性质的资料，来解除他心理上的狐疑。我说，一切动物的粪便都是食物渣子和胆汁的混合物，人类的粪便亦不例外。但是其他动物的粪便在若干情形之下还有医疗上的用途，我还举几个实例出来。譬如蚕的粪便在医疗上称作蚕沙，是治小儿惊风的药物；蝙蝠的粪便叫做夜明砂，可治疗青光眼；雀粪叫做白丁香，功能治疗破伤风症；鼠粪叫做两头尖，也是治小儿惊风的药物。这许多动物粪便都有解毒功能，或用作治疗神经系统疾患。这类东西在医生处方中虽很稀见，但在民间验方或单方上用的很多。据传说，若干乡村间还把牛的粪便晒干，晒到臭气完全没有之后，留作小儿高热惊风时煮汤应用。人类的粪便从来没有人把它作为医疗之用，但是以童子尿治疗吐血症后是不足为奇的。我告诉他，你现在吃了一些粪便，仅是精神上受到痛苦，生理上是不会引起任何病症的。这位孙行长听了我的话，把肚子里的疑虑扫除一空，大为高兴。他问我，何以动物粪便有治疗功效？我告诉他，大概就因动物本身的胆汁含有解毒的功能。中国药物中有几种病是要用胆汁来治疗的，譬如牛胆能治目赤、黄疸；羊胆治赤眼、流泪；猪胆治外科发炎；熊胆可解毒明目；蛇胆也能明目和治疗风湿症候。其中以牛胆作用最大，蛇胆的应用也很广。华南有许多人是极喜欢吃蛇胆的。这位孙行长
听了我的一席话，就把他怀疑吃粪便会中毒的观念打消，我也欣然告别。隔了一天，他疑虑又起，再请我去诊室和要求解释，我有些不耐烦起来。我切实告诉他，我生平治病，虽然没有见过一个病是吃粪的，但是我见过若干病人从口中吐出粪便来，这是一种焦肠症，近似西医所谓肠套叠的症候。这类病人粪便不由下面排泄，乃从上面吐出，吐出的东西有剧烈臭味，就是粪便。这就证明也有人粪便留在胃中，而又口中吐出。我对他说，这种人与你的情形是仿佛的，并无任何粪毒酝酿的危险后果。孙行长听了我这一次的解说，才认为完全满意，失魂状态完全消失，于是好久没有见过。半年后在交际场中遇见他，他轻轻地问我，他多年的头痛之患今已消失，是否粪便有解毒之功？我不再多说，只是含笑而别，但回家后不免大大滑笑了一阵。